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凯欣辱华事件发酵赴山海，将其剔除推迟播放，诚意受牵连。李凯欣的辱华事件让娱乐圈的虚假面具暴露无遗。当星二代的形象与民族情感相冲突时，究竟谁在把观众当作傻子？杭州一家商场上演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原本在那循环播放的李凯欣代言化妆品广告，结果被愤怒的市民用奶茶杯砸得出现了裂痕。保安赶到现场时，周围的观众齐声高呼换广告，换广告。这一热闹场面迅速被拍成短视频，登上了抖音热榜。这场持续发酵的风波中，赴山海剧组正遭遇更大的麻烦。网友们发现，在该剧的豆瓣页面上，李凯欣的名字居然还排在演员表的第3位。这种线上除名线下留痕的奇葩做法，彻底引爆了大家被当成猴子耍的愤怒。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那种大小姐的风范，她们通常气质优雅，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场，穿着考究，喜欢各种奢侈品，尤其是包包和鞋子，都是她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说话时语气温柔，却又自带一股强势感，让人感觉既亲切又有距离感。在他们的世界里，似乎永远都有着无尽的选择和优雅的姿态，不离不弃地追求着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他们无疑是众人眼中的焦点。事情的从1个月之前说起，记得是在5月9日的凌晨，某个匿名论坛突然上传了2段录音，里面传来的背景音中，可以清楚地听到玻璃杯摔碎的清脆声响。一位女生带着新加坡的腔调，轻蔑地笑了笑，能赚钱就行了，红了就红了吗？我又不是为了出名，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虽然录音做了剪辑，但有技术宅挖出了关键证据，背景里隐约的救护车鸣笛声，恰好和横店影视城的交通事故时间完全吻合。这位25岁的新加坡女星，人生经历简直就是玛丽苏的范本。她的亲生父亲是来自台湾的商人，14岁时随母亲嫁给了新加坡的一位富豪，从此改了姓。18岁时，她被北电破格录取，不过从来没有住过宿舍。她的出道作品是《海上牧云记》里的精灵公主。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有点大小姐脾气。在拍《强风吹拂》时，她对服装不是真丝材料而拒绝拍摄，竟然停工3天。最后制片人亲自飞往新加坡去跟她的继父道歉，才让她重新上阵。这次翻车其实早有端倪。在的赴山海开机仪式上，李凯欣的房车直接停在红毯中央，把程毅和娜扎逼得只能走旁边的侧门。有场记偷偷爆料，他每天要喝空运的斐济水，化妆师必须戴手套接触他的脸，甚至要求五指把对手戏演员的剑换成塑料道具，只因金属反光会显我脸大。这些细节被网友整理成了李凯欣拍戏108宗罪的长图，转发量已经超过200万次。资本的分裂是危机公关。在舆论风暴中，剧方的应对真是让人捧腹。4月15日凌晨，他们竟然把所有关于李凯欣的微博统统删了，但没想到当天下午却被发现，他们的抖音账号却为他粉丝的洗白视频点了赞。更有意思的是，发布的终极预告中，李凯欣的镜头仅剩下0.5秒的背影。然而，细心的网友们发现，程毅在喊师妹小心的时候，口型分明是在说快撤，这似乎是原台词，涉及了一些亲密的称呼，后来被硬改成了师徒的关系。这次既要又要的试探真是闹了个大笑话。有程序员借助 AI 逐帧分析发现，李凯欣至少有23个镜头被换了脸，结果一堆技术漏洞让人哭笑不得。发际线的边缘看起来就像被狗咬过似的，
侧脸的时候耳朵忽然消失，甚至还出现了3只眼睛的神奇场景。最让人震惊的就是，某视频平台提前放出的拍摄花絮里，竟然能看到李凯欣从后面搂着程毅教剑法的镜头，弹幕瞬间被越了的内容刷屏。粉丝们愤怒地骂道：“把我们都当瞎子吗？这剧根本不想看了。”有内部人士算了一下这笔账，重拍李凯欣的312场戏，光是场地、演员档期和特效费用就得花超过8000万，这么一来，简直能再拍一部 A 级网剧了。所以制作团队想了个动态止损的办法，先把前10集上去试试水，如果反响不好的话，就赶紧加班删剧。这种把观众当免费测试员的狼狈想法，反而招来了更大的反弹。网友直接喷，建议改名叫《负刑场》，这剧就别播了。程毅的无妄之灾啊，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他本来在圈内的形象和口碑都不错，没想到却因一些不相关的事情被卷入了风波之中。大家都知道，娱乐圈风云变幻，这种事一传开，舆论的压力山大，真是让人心疼。不管怎样，希望他能尽快走出这段低谷，迎来更好的未来。无辜遭殃的程毅，现在正陷入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危机。原本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期待他能成为武侠大男主，没想到如今却成了衰神附体的代名词。更加棘手的是，商业价值真的大跌。原本谈好的汽车代言头骑驴找马，临时换了人选。此外，某个高端奢侈品牌也把程毅的广告位从商场的大屏幕撤到了电梯的角落，真让人心疼。听说他团队正在拼命找补，把原本定于5月20号的剧宣直播改成了中国武术文化科普专场，甚至打算自掏腰包找武术指导重拍高光片段。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补救措施在民族情绪面前就像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路透社的分析师提到，程毅现在的处境反映了顶流的脆弱性。在莲花楼大火后，他被推上了武侠复兴者的舞台。不过，过分依赖 IP 改编剧的风险正在逐渐显露。如今《富山海》还没开播就先凉了，和肖战的《藏海传》在520对决中彻底失去了悬念，粉丝群里是一片悲壮的气氛。我们愿意等哥哥10年磨一剑，可是资本会给这样的机会吗？外籍艺人身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光环和魅力，他们常常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在演艺事业上，他们有时候会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比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不过，他们的努力与才华常常突破这些限制，赢得粉丝的喜爱。这样的艺人不仅仅是在表演，更是文化的交流者，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与体验。李凯欣的事件真是让人感慨，外籍艺人的形象一下子被撕裂。网友们还翻出了他在 ins 上的一条旧帖，点赞了一篇把中国台湾省称作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文章。这一举动引发了不少讨论，看来大家对这件事都挺关注的。在的新加坡综艺节目中，李凯欣把中国高铁称作那个国家的新玩具，这句话可真让人觉得不妥。相关的黑料被做成中英文的长图，结果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疯转，真是引起了一波讨论啊！在新加坡的论坛上，有人试图给他洗脱责任，表示华裔吐槽几句有什么问题？这话一出，反而激怒了更多海外华人，纷纷怒斥道：“吃着中国的饭却砸中国的锅，赶紧滚回你的南洋！”这背后是资本在政策中寻找机会。自从限薪令实施后，制作方发现外籍演员的片酬空间更大，比如李凯欣在《富山海》里的800万片酬，相比同级别的内地演员便宜了30%，而且还能享受税收上的好处。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团队曾花钱发布消息，夸他精通中英双语，
结果被揭穿普通话考试只有3级乙等。采访的时候还的后期配音来修正口音。有些外籍学生4年没上过台词课，毕业论文还都是别人代写，居然能依靠资本强行上位当女主角。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中午，北电的官方微博上涌入了成千上万的质疑声，大家要求彻查李凯欣当年的破格录取，看看里面有没有猫腻。老百姓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大家对这种现象显得很不满。有的说这事儿真是不公平，凭啥有人能不努力就拿到舞台的机会，真是让人气愤。还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到那些付出真心努力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环境，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这次事件的核心，正是那些沉寂多年终于站出来的中国观众。上海的一些高校学生还自发组成了影视排雷小组，利用爬虫技术跟踪那些表现不端的艺人参与的项目。现在已经有327万人关注他们的预警信息了。深圳的大妈们把广场舞的舞台搬到影视公司的楼下，来回循环播放《我的中国心》。外卖小哥也跟着热潮，在头盔上贴上了不送李凯欣剧组订单的标语。在横店当群演15年的老张直言不讳，以前觉得观众特别好骗，拍些烂戏就能热搜上天，如今年轻观众可不傻，他们会认真查合同、看股权啊。他提到李凯欣房车里每天倒掉的几十斤进口水果，这些钱够我们群演吃1个月的盒饭，凭啥就得惯着这些白眼狼呢？最让人无奈的是网友们的创意反击，有人把李凯欣的 AI 换脸片段整成了鬼畜素材，还配上了汉奸的下场的背景音乐。某位程序员搞了个自动跳过李凯欣的插件，看剧的时候 AI 会把它自动换成卡通乌龟。就连婚庆公司都在这波热潮上打了个擦边球，推出了赴山海主题分手宴，还打包票说删前任比删李凯欣还干脆利落。娱乐圈真是个调皮的地方，最近刮起了一阵子刮骨疗毒的风。大家都在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整顿，而是要把那些不靠谱的艺人清理出去，给行业净化净化。就像深挖根源，找出那些潜藏的毒瘤，让整个圈子焕然一新。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加健康、正能量的作品，不再被那些低质量搅和。当赴山海的官方微博悄悄关掉评论区时，网友们注意到他们把背景图换成了程毅独自站在悬崖边的剧照。这幅画面成为了娱乐圈最贴切的比喻，资本构建的假象正在垮塌，唯有真正懂得尊重观众的人才能站稳脚跟。某位制片人在酒席上坦诚地说，如今开机之前的准备2套方案，万一演员出问题怎么删戏，品牌出事的怎么处理，拍摄成本涨了30%，全都花在买保险上。这样的黑色幽默，掩藏着行业必须直面的现实，观众早已不是随便操控的数据工人，而是掌握遥控器的裁判。晚上，李凯欣的微博粉丝数量掉到了50万以下，超话里最后几个铁杆粉丝在低价出售周边商品。与此同时，中国影视复工联盟发起联署，呼吁建立外籍艺人政治审查制度，24小时内吸引了千万人支持。这场风波可能会扫除行业的腐败，也许会滋生更深层的潜规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些明星高高在上的日子，以及观众追星时的卑微状态，已经不在了。